欢迎大家来到马来电的频道，我是 Henry。这个影片呢，我们就来讲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啊。我们来谈一谈现在加密货币市场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有跟着加密货币市场的朋友们，相信这过去的短短一个星期里面，大家都见证了加密货币市场这一年里从来没有见过的低点。尤其是那些上个牛市加入这个市场的朋友们，比如我，很多币的价格呢都掉得惨不忍睹，多数的山寨币从最高点到现在都掉了差不多80到90% 都有了，连整个币圈的老二以太币都逃不过这次的大跌哦。除了宏观经济不好之外呢，之前还发生了 Luna UST 这件事，导致 Bitcoin 的下跌咯，然后间接的影响到其他的币种也跟着一起下跌，然后以为终于要雨过天晴了，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又来 Celsius 这件事情。如果已经知道整件 Celsius 事情的朋友们呢，可能就不需要继续看这个影片了啦。记得帮我点个赞就好啊，或者你也可以看完这整个影片，然后如果我有讲错什么东西的话，你可以留言纠正我。事先说明啊，我不是这些加密货币基本面的专家，就是自己想了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读了一些报道啊、新闻啊，看看其他那些按摩的 YouTuber 的解释啊，然后就想以自己的理解方式来解释给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的朋友们啊。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Celsius 是干什么的。Celsius 呢，就是一个 lending 的 platform， 或者中文叫借贷平台。用户呢可以借出去他们的加密货币，然后可以获得利息收入哦。他们可以 stake 他们的加密货币，然后可以享有就是很高的 APR， 然后用户也可以贷款，可以直接在 Celsius 这个平台上面买卖加密货币啦。然后贷款的用户呢，他们是需要提供抵押品的，就是 collateral。然后这些被 stake 的加密货币还有贷款的抵押品会借给其他大的金融机构，然后 Celsius 呢就会从这些机构的身上赚取利息。一部分的利息呢就会分发给那些有在他们平台上 stake或者叫质押加密货币啦的用户哦。这些操作呢就很像我们所知道的传统银行一样，用户会以 FD 或者 RD 的方式存入银行，然后这些资金呢会用在提供贷款。银行呢会从贷款的用户获得大量的利息，然后那些存入资金的用户提供利息。Celsius 在他们的网站上 claim 说有 1.7 个 million 的用户啦，然后他们有大概 11.8 billion 的 assets 在他们的管理下，然后有用户8 billion 美金的贷款哦。这些呢是他们手上有的一些资金和债务啦。那我们大概了解了他们的背景，那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呢？罪魁祸首呢，就是这个叫做 ST Ethereum 的 token。这个 ST ETH token 呢，是一个叫 Lido Finance 的产品来的，它的全名叫做 Staked ETH。这个 token 呢，代表着所在 ETH 2.0 Beacon Chain 的 Ethereum， 是可以在一些去中心的平台用来当做抵押品来借贷更多的 Ethereum 的。然后问题呢就出在 Stake Ethereum 的价钱和 Ethereum 脱钩了。你可以在 Curve 这个平台上看到 Stake Ethereum 转换成 Ethereum 有 5% 的 slippage。他们是声称 Stake Ethereum 和 Ethereum 是1:1兑换的啦，可是事实上是1:0.95，就是说你放进去的 Ethereum 拿出来的时候还要亏个 5% 的 Ethereum 哦。那么这个 Stake Ethereum 脱钩又和 Celsius 有什么关系呢？
问题就出在 Celsius 这个平台把他们用户的资金锁进了 Stake Ethereum 里面，然后当 Stake Ethereum 脱钩的时候，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想要提款避险，然后就这样造成了缺乏流动性的大问题咯。还有 Celsius 呢是 Lido Finance 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大客户啦，所以也是其中一个 Stake Ethereum 最大的持有者。那么现在 Stake Ethereum 的价值比 Ethereum 变得更低了，这里就是整个危机的起点哦。之前 Luna 和 USD 的这件事情呢，已经对Celsius造成了一些损失，同时他们也损失了很多个 Ethereum。前一段时间在2021年2月的时候，他们损失了35000个 Ethereum， 这是因为他们的提供商 StakeHound 冒失的弄丢了38000个 Ethereum 的地址，其中 Celsius 的35000个 Ethereum 就有包括在里面哦。这件事情呢被 StakeHound 瞒着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要尝试补救找回钥匙啊。这件事情直到5月2号才被公布，然后现在弄丢了真正的 Ethereum， StakeHound 的客户就只剩下没有价值的 Stake Ethereum 哦，变成了空值一张哦。除此之外呢， Celsius 前一段时间还被 hack 了50 million 的美金， Celsius 有价值500 million 的用户定金放在 Anchor Protocol 里面，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说，就是 Celsius 造成了 Luna USD 的大跌咯。他们损失了差不多有120 million 美金的资金啦。然后除了这些亏损之外，他们也因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资产错配的问题，开始了流动性的危机。一开始呢 Celsius 是还允许就是可以随时的赎回那个资产啊，可是有很多资产没有什么流动性了。Celsius 有差不多 73% 的 Ethereum 锁在 Stake Ethereum 里面，也就是说直到 Ethereum 2.0 的 Merge 合并，这些真正的 Ethereum 才可以拿得出来，所以只有 27% 的 Ethereum 是有流动性的。再加上因为市场本来就已经很凶了嘛，然后 Ethereum 的计划又延迟了，所以导致到很多人想要就是急着 withdraw 他们的 Ethereum 咯。差不多在短短一个星期里面就有5万个 Ethereum 被取出来了，然后如果再多5个星期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倒闭了。所以 Ethereum 呢，他们就干脆直接就是禁止全部用户提现或者传送资产哦，就是为了对付提现的这个问题啦。然后为了得到更多的流动性呢，Celsius他们就大规模的抛售他们的 Bitcoin 啊 Ethereum 啊这些资产，然后就造成了那个 Bitcoin Ethereum 的价钱就是下滑啦。然后他们也通过了 Aave 啊 Compound 啊这些 Lending Protocol 借来 USDC 就是解决提现的问题咯。那么这整件事情是怎样影响加密货币市场的呢？ Celsius 的抛售加上这么多人急着提现 Ethereum 出来，影响了 Ethereum 的价钱。然后接下来他们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新闻弄到市场更加恐慌，加上之前的 Luna USD 这件事情，让散户对加密货币的信心大大的减低哦，所以他们就赶紧的抛售，造成了连锁效应，对市场造成了更大的打击。Bitcoin 呢，直接从 28,700 一直掉到了 25,000 左右，然后直接回到1年多前的价位哦。整件事情呢还没有雨过天晴啦，甚至有可能这件事情解决不了的话，会造成更多的连锁效应哦，影响到其他的平台啊或者机构啊被 margin call 然后被 liquidate， 这样的话会对 DeFi 的圈子造成更大的打击啦。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快速的总结啦。Celsius 这整件事情呢，基本上就是跟传统银行的 bank run 事件一样，这是大量的用户呢，他们同时想要提款出来，结果那个银行本身现金不够，给不回就是全部人，然后资金全部在别人的手上啦，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咯。
如果是传统银行的话，然后需要的资金还可以的话啦，估计政府是会出来帮忙减轻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啦。不过这个是 DeFi， 是没有政府 regulate 的，所以风险会高很多很多。他们能给出这么高的利息呢，是因为他们已经经过 leverage 了的，普通的银行根本就给不了这么高的利息，只要几个地方出错，市场景气不好，整个 system 就会垮掉。那么这个影片也讲得够长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有哪里说错的，或者哪里可以改进的，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或者可以来到我们的 Discord 一起讨论啊。如果喜欢这种影片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赞，然后我再看看反应如何啊，看以后要不要再做，就是再继续做类似的影片哦。毕竟这种影片挺需要花时间的。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啦，拜拜。